爱淘的打工夫妻又带大家来中古店溜达溜达了。今天来的这家店啊，属于鲜为人知的这么一个宝藏店铺。它这里呢，不仅仅有一些中古生活用品啊，它还有很多农用机。看看这个应该是农用机吧，耕地的，88万，24马力，折合人民币4万来块钱。这个车看样子应该还挺新的，因为它还贴了一个新手的标志。还开这种机器应该也是需要考证的。咱们就接着溜一溜，看看门口啊摆放着这些轮胎，应该呢都是对外售卖的，或者是呢他自己收回来的。因为像在日本啊，自己扔轮胎是需要花钱的。哎，给你们看看，这边又有2台机器，应该啊全部都是在农田里用的这个机器啊，我也不太懂这个是干什么的，反正应该都是耕地的。哎，这台还是挺便宜的呀，29万日元，也就1万4、5来块钱人民币。这个应该是一个耕地的吧？哎，你们看看这边还有卖船的呀，还有庭院里面摆放的一些石雕像啊，还有这个大马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大马我自从刚来日本的第1天开始就看到它就一直在这儿。你们看看这个真的是有很多东西啊，卖那种农用机呀，然后自行车啊，电动车呀。这家店呢，应该就是可能是从那种收破烂的那个地方收回来的，然后呢自己再做一个翻新。你们看看这个老板正在给这个自行车做一个翻新，这一堆设备，我的天哪！咱们就进去溜达溜达吧。这家中古店呢，是我来日本之后第1次来过的中古店。二手市场，当时啊我就被震惊到了，因为这里面的东西啊真的是特别的多，特别的杂。今天呢也没有办法一一细给大家讲，大家就这样走马观花的看一看。今天呢我这个镜头我稍微的动慢一点。这家店呢就是装饰品比较多，各种的木雕啊，然后瓷器呀、铁器啦都特别的多。咱也不知道它的这个货源是从哪里来的，可能大部分都是免费收来的。看看各种的摆件啊，特别的多，可能日本人家里啊都特别喜欢摆这种摆件。你们可以看看这些摆件都是比较上年头了。这边呢就是瓷器、陶器类的。今天大概没有办法给大家讲价格了，因为这个东西它贴的太乱了，有的贴了，有的没贴。基本上都是在110来块钱人民币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啊。这套喝红酒的这个杯子，好像是分价格的，然后这个架子呢是100多块钱。哎，我看到一个空调，这个是夏普的空调，这个呢是4万5日元，也就是2000来块钱。这边呢还有一个松下的滚筒式的洗衣机，这个洗衣机倒是很便宜，2万8。哎，你们看看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？这个不是一个梳妆台吗？这个东西怎么上面还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表啊？我以为这个是个梳妆台，有懂的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。这一摞都是好多的这个舞台灯啊，各种家里用的灯啊，还有各种的家具啊、沙发呀，应有尽有啊。基本上我感觉生活类的东西，或者是专业性的东西，它这里都有。带大家继续看看，这边就是瓷器类，看看这个瓷器，这个瓷器多少钱？也就是100来块钱，反正他家的价格基本上是在100左右人民币哈。这边的家具我看倒是挺多的，看上一个柜子，你看看这个柜子才8000日元，也就是400来块钱。看看他们就是用这种二手的，都是很干净的，看着还挺不错的。可惜啊，我家里也没有地方放了。你看这个是放餐具啊、厨具什么的，还挺干净的。给你们看看，这一个是一个茶几和一个椅子配套的，哇塞，看着还挺贵的感觉啊，58万，折合人民币呢不到3万块钱。这个呢可能是一个鸡翅木吧，瑶瑶也不太懂啊，反正是实木的。在日本啊，一般像这种手工艺品啊就是比较贵，看看小小一个竹篮4000，都赶上柜子的1半了。
带大家欣赏一下他们的这个小瓷器呀、小杯呀、小碗之类的哈。这些小瓷器类的呀，还真的不太贵，几十块钱就能把它给拿下。再带你们看看这些古老的东西啊，一些老式的相机啊、老式的电话啦，这些东西啊都是可以买的。像这种老式的电话100来块钱，但是呢估计也是用不了了。我看到了一个用牛仔裤做的这么一个包，还挺贵呢，1500日元。这边呢也是一个牛仔裤改的，他们日本人啊就喜欢有事没事啊就在家里做一些裁缝活。再看看这边，琳琅满目的摆件啊，大多数都是摆件。我发现了他家，除了这些啊，我还发现他们家有很多家用电器。这个是一个挺新的夏普的烤箱，这个大小还挺大的，而且看着还挺新的，很漂亮。看看这个更新了，15000日元，也不算贵啊，感觉跟没有用过一样。这里啊还有一些微波炉，微波炉都是比较便宜的，大概200-300块钱就能搞定了。这个呢就是微波炉和烤箱一体的，给你们看看，还有一些热水壶啊、电饭锅呀。我看到了一个什么？这个是一个精米的，就是1升米啊，就像咱们家以前呀放到那个精米机子那是精的呀。这种呢是小型的电饭锅。除了电器类啊，我发现他们家还有很多很好的东西，一些音响呀、调音器啦，这种专业的这个设备，还有一些鼓啊什么之类的哈，说明他们家的这个货源还是蛮广的。竟然有这么专业的东西啊，在这个小店里面。还有一些贝斯啦，这些东西啊都不是很贵，折合人民币呢6000左右。还有一些吉他啦，还有一些电子琴啦，很多啊都有。这个电子琴啊也不贵，大概是250左右，可能年头就是比较长了点。除了那些呢，还有一些铁壶啦，老式的这些烧水壶啦，这个应该是铜的吧。这个铁壶呢就是新一点的，还是这种老铁壶比较受欢迎啊，我感觉比较值钱一点。你们看看这个价格就在这儿了，这个是25000。年头越老的这个铁壶啊越值钱，我就知道这一点，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。一般这种铁壶啊都会刻一个名字，这个呢没有刻。他们家的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蛮好玩的，你们看看这个15000日元的这么一个小雕塑啊，感觉可像咱们一个电影里的那个《捉妖记》里面的动漫人物。还有一些自行车啦、冰箱啦，真的还是蛮有意思的呀。所以给大家说的呀，这家真的是属于一个宝藏店铺啦。东西呀杂乱了一点，但是呢也挺好玩的。以后有时间带大家细细的看。朋友们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我发现一个现象，我来5年了，才慢慢的觉得，日本怎么没有早点摊儿，就是没有那种早市哈。不仅仅是在学校周围，还有就是一般就是工作单位啊附近啊，它都是没有早点摊的。我带你们看看啊，就是这个也是属于比较繁华的一个，属于说小吃街这种类型的啊，就是店铺，就是他们早上都不开门，没有早点摊，非常的奇怪。这边居民区有很多这种小吃店，一般这种店铺啊，就是做晚餐或者是中午餐的比较多。日本的饭店基本上是到早上11点多要开门，现在时间还早，他们店员呢就在店里打扫卫生准备。但是相比我们国内哈，一般我记得早上的时间段是这个黄金时间段，因为大家都没有时间在家里吃早点，一般饭店早上他做早点摊，中午呢他就开始正常的营业。但是你们看看日本，几乎是没有早点摊，早上的这个黄金时间段他们都选择关门，准备中午的这个饭菜。还有大多数是白天全部都不开门，只有到了晚上5-6点的时候才开始营业。你们看这边是属于我们一个闹市区了，人流量还算是蛮大的，要是开个早点摊，我觉得生意应该不赖。但是我估摸着这生意应该不咋地，因为在日本啊，便利店随处可见。他们日本人啊，早上非常繁忙的时间，大多数会选择去便利店解决。
那咱们就进去看一下，看他们日本人在便利店都吃哪些早点。你们看看，不仅仅是繁忙的这个主妇啊，还有一些这个工作的人都会选择在便利店去解决。有一些这个炸串、炸香肠啊、炸鸡翅啊。这家店里哈没有那个包子，还有卖那种包子的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他们这种炸的呀，还有包子，基本上会选择在中午吃的比较多。日本人特别爱吃米饭，饭团子也是他们的首选。再者说呢，还有这个三明治，这个三明治看样子还挺不错的。我就纳闷了，怎么到处都不见这个早点摊？不放弃的我又到超市来溜一圈。他们的早餐还有这些面包类，主要图了个方便、快捷、简单呢。还有这么些个方便面，这都是直接桶装的。我在想，日本人的早上的时间到底有多忙碌呢？有这么多些个速食的食物，连吃个馄饨3分钟他们就解决了。那有人就会问了，日本人不是挺注重健康的吗？早餐得吃得好呀，他们吃这些营养能够吗？日本人就发明了这个卡乐比的水果燕麦片，想必大家应该很熟知了吧。一般呢，他们日本人会把它作为一个早餐来用，朝食就是早餐的意思。口味还是挺多的，有这种可可味的麦片，还有这种减糖的这种燕麦片。其实我自己很多年前也在吃这个麦片，主要图它的方便跟便捷。首先呢，它是烘焙非油炸的产品，里面有丰富的食物纤维，还有一些铁。一次的量啊，让我们就是吃50克。为了控制热量，我们还是按照介绍上的来吃吧。里面有多种水果果物，苹果、木瓜干、草莓干、椰果、南瓜仁，还有葡萄干，不是单纯的一种燕麦，而是4种日本产的这个燕麦的组合。我平时呢是对这个冰的牛奶直接去吃，有朋友可以热的牛奶然后放里面吃也很好，或者是你不喜欢喝牛奶的话，你直接干吃50克也挺多的。一顿早餐就50克，它一次让你吃50克，就是有它的道理啊。它50克啊，相当于你吃香蕉4根啊，补充你5毫克的这个铁，8种的维他命。我就是倒点这个冰牛奶，看看吧，倒点。在日本生活习惯了，吃东西都要吃冰的。咱们对糖比较在意的人啊，你可以选择这个糖啊减30%的，它用了一些豆奶的东西在里面，豆乳啊，这个成分都差不多，然后东西也都一样，只不过它的糖分哈减了30%。其实这一份的这个热量，就是这一碗的这个热量，加上牛奶356千卡，我感觉这个热量还挺好的，控制的蛮不错的。他们日本人还真的挺会控制热量的。它的这个味道哈，就是也不是很甜。你们听这个咔咔咔咔碎的声音啊，很脆，也不是很甜，挺好吃的。你不喜欢泡牛奶的话，你可以泡豆奶，或者是你买一个那种无糖的酸奶，放到酸奶里面，放到冰箱里面，跟酸奶和到一起。第2天你做一个隔夜酸奶燕麦杯，也非常的好吃。或者是你就是正常的这样直接干吃，然后配点茶，配点咖啡都是可以的。不过我真的蛮怀念我们安庆的早点，牛肉面、炒饭、小笼包、锅贴饺、牛肉豆腐包子。哎呀，好想念，好想念！让人看得直流口水的牛肉豆腐包子，大饼卷油条，再抹上点辣椒酱，还有这个炒面，我已经有2-3年没吃着了。一口爆汤的小笼汤包。看看还是咱们国内市井气息、生活气息比较浓吧。早市太热闹了，在这里生活久了呀，吃这种早餐都吃得非常的清淡，非常的便捷方便，也就是5分钟就搞定了。像我们这种忙碌的早上要送孩子上学，简简单单特别方便，自己也爱吃，孩子也爱吃，比较节省时间，而且营养也够了，铁也够了，我就要赶紧吃完这一碗，送2个小朋友上学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